怎么回事？明明刚才我还在练拳，难道有人暗中对我下手？没想到这个家伙也叫林晨。我这前身倒也是个有毅力的家伙，只是有些迂腐。哎，放心吧，这仇我一定会给你报了。家族规定，17岁之前尚未成为内门弟子，就必须返回家族，帮家族打理生意。这林晨原本也是颇为老实的交出一瓶培元液，这一次之所以不肯把培元液交给那些人，是因为他很快就要16岁了。如果不能在今年赚取满500贡献点，等到明年就需要整整1000贡献点才能兑换闯天罗山秘境的机会。所以他想要服用2瓶培元液提升修为，能够赚取更多贡献点，在今年得到闯天罗山秘境的机会。想不到这家伙的性格与我倒是有几分相似，在天极宗可以一心一意地追求武道，回到家族打理生意，就要处理各种各样的繁琐事情，肯定不利于修炼。更重要的是，天极宗还位于一座灵脉之上，天地灵气浓郁无比，修炼起来事半功倍，而外面却很少有这种灵气极为浓郁的地方了。看来当务之急是尽快赚取到500贡献点。我这前身耗费1年半，筹足不到150的贡献点，还是他冒着生死的危险进入莫连山脉猎杀妖兽赚取得来的。想要快速筹足贡献点，唯有去宗门领取任务，进入莫连山脉猎杀高阶妖兽。现在距离闯天罗山秘境还有3个月，也就是说，在接下来3个月里，我必须尽快提升实力，猎杀高阶妖兽，获取贡献点，然后闯过天罗山秘境。上一世我能够在灵气稀薄的神州大陆成为一代武学宗师，这一世天灵大陆灵气充足，那么我同样能成为天灵大陆巅峰强者。3个月后便是闯天罗山秘境，我必须尽快提升实力。在林晨的记忆中，武道分数大境界，其中炼体境是打基础的上佳时期。在林晨的记忆中，武道分数大境界，其中炼体境是打基础的上佳时期，共分9重：1重炼皮，2重炼肉，3重炼筋，4重炼骨，5重炼髓，6重炼血，7重炼脏，8重炼精，9重炼气。炼体境之后便是天罡境。我的前身进入天极宗后就一直练习7星连环剑，且已学会第1式至第6式，只是卡在了第7式上面，始终未能练成。这7星连环剑共分7式，7式剑招施展出来，延绵不绝，炼至大成，可释放出1米长的剑气，威力奇大无比。我的记忆里面，曾经就有弟子依靠7星连环剑释放出的强大剑气，击败高自身2个小境界修为的人。而前身之所以拜入天极宗，就一直练习着7星连环剑，就是想将这7星连环剑炼至大成，然后闯天罗山秘境。唉，闯天罗山秘境的大部分都是炼体境第8重、第9重的外门弟子，以这7星连环剑，恐怕还不足以应付啊。前身一直未能练成的7星连环剑第7式，我只是练习1遍，居然就如此轻松地练成了。炼体境第4重巅峰，修为也突破了。炼体境第4重炼骨已经完成，下一步就是进阶第5重炼髓之境。不过我的修为刚刚突破，不宜强行修炼，不然对身体非但无益，反而有害。不能修炼真气，
但武技还能修炼。刚才练习七星连环剑，我轻易突破瓶颈，将第7式练成。施展出来的剑气能将百斤巨石爆开。如果我没有记错，这天极宗外门的藏书阁中还有许多强大的武技。我现在便去看看，说不定会有些收获。林晨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竟然突破了！哎，这小子3天前分明还是炼体境第4重后期，今日却变成了炼体境第4重巅峰。哼，侥幸突破的罢了。以他的资质，即便修为突破，实力也强大不到哪里去。林晨，你应该知道我们今日找你的缘故吧？我没时间在这里跟你们扯淡，我也没兴趣知道你们找我干什么。我只知道好狗不挡道，你们现在给我让开，我还可以原谅你们一次。真是没想到啊，士别3日当刮目相待。林晨，你真是有些本事，居然敢跟我叫板！正好你的修为突破，今日我李川便跟你切磋切磋。如若你抵挡住我的3招，那以后我再不会找你麻烦。但如若你没抵挡住，哼，就跪下求饶，以后都老老实实把培元液交出来，而且不是1瓶，是2瓶。宗门发放给我的丹药本来就是我的，你算老几？我为什么要交给你？另外，我再说一次，现在立即从我面前消失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好，好，好，小子，你成功的激怒了我。今日我若是不将你打得躺床上3个月，我就把名字倒过来写。是碎骨爪，黄级中阶武技。林晨，你惨了！既然你自寻死路，那我就送你一程。这林晨施展的是什么武技？竟然一招击飞川儿哥！混蛋！混蛋！林晨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竟然敢偷袭我！还有你们2个白痴，还不快去给我废了他！川儿哥，那小子修为比你低2阶，你却不是他的对手。依我看，我们应该回去找李山师兄，然后再来找他算。敢在藏书阁门口互相斗械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好强大的气息，这老者的修为不知道达到了什么境界。如果现在的我对上他，恐怕毫无还手之力。长老，那林晨不顾同门之情，对我狠心下手，甚至想要将弟子斩杀在此。弟子胸口上的剑痕可以作证，王林和李良也可以作证，恳请长老做主啊！长老，弟子王林可以作证，就是林晨击伤的川哥。是啊，弟子李良也可以作证。刚才如若不是王林和我全力阻挡，恐怕川哥已经被林晨斩杀在此了。此事当真？回长老，此事是李川3人挑衅在先，也是李川先动的手，弟子只是自保。之所以击伤李川，是因为我刚刚学会7星连环剑，没有掌握住力道，出剑时不小心将他击伤的。你撒谎！长老，林晨的话不可信。之前他趁着弟子不注意，突然释放出一道
近1米长的剑气，哪里是没掌握住力道？我看是故意的，还差不多。突然释放出一道1米长的剑气。林晨，你果真将7星连环剑修炼大成了？刚刚练成。演练一遍给我看看。好，真是让人意外。此剑法虽然只是黄级中阶，但修炼难度不亚于黄级顶阶武技。数年来都没有人将第7式练成，没想到被你练成了，哈哈哈哈！能练成这第7式的人，无疑不是天赋过人、天才绝艳之辈。你这个小家伙以前天赋平平，没想到居然是厚积薄发，突然开窍了，哈哈，看来也是一棵好苗子。以后若是有什么问题，尽管来找我。多谢长老，弟子一定谨记长老教诲。长老，弟子还有一事禀报。有什么事尽管说。前几日，弟子领取宗门发放的培元液时，遭到李川等人暗算，并抢夺弟子的培元液。原本我是想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但奈何，他们咄咄逼人，诬陷弟子，还望长老做主。你胡说！你给我闭嘴！李川，你还想隐瞒到什么时候？弟子知错。哼，你3人对同门弟子出手，且诬陷同门弟子，按门规，理当到刑堂接受黑铁棍100棍之刑。不过我谅你们是初犯，便罚你3人拿出300下品灵石赔偿给林晨，你们可接受？弟子正好缺些灵石购买丹药，没有意见。弟子受罚。王兄，我听说你前几天做了个宗门任务，赚了30多贡献点。我也是侥幸，如果不是田师兄照顾我，我也没办法将那个任务完成。哎，朱兄，你今年16岁，兑换闯天罗山秘境的1000贡献点应该都凑足了吧？哎，到现在我才凑足不到500贡献点，距离1000贡献点早着呢。哎，倒是王兄，现在应该有差不多1000贡献点了吧？以王兄的实力，闯过天罗山秘境完全不是问题。到时候王兄进入内门了，还望多多照顾师弟呀。好说好说，这段时间你也帮了我不少忙，只要我进入内门，你的忙我能帮，一定不会拒绝。弟子王一凡拜见长老。弟子朱峰拜见长老。去吧。弟子告退，弟子告退。只有3个月就是闯天罗山秘境了，而自己的贡献点还不足150，距离兑换一次闯天罗山秘境机会的500贡献点还差一大半。林晨啊，你单单依靠7星连环剑，想要闯过天罗山秘境还有些困难。你此番来此，是想到藏书阁挑选武技秘籍的吧？是的，弟子也是这么想，所以想要到藏书阁挑选适合自己的武技，提升实力。不过外门弟子只能挑选黄级低阶和中阶的武技，黄级高阶、顶阶和地级低阶武技分别需要500、800和1200贡献点兑换。你是想兑换武技，还是挑选黄级低阶，或是中阶武技？弟子挑选黄级中阶武技。哦，如此也好，黄级中阶武技也有不少威力强大的，你跟我来。
灵蛇拳，黄级中阶武技，修炼至大成，双拳可如灵蛇般灵动，攻击诡异，难以捉摸。这灵蛇拳攻击方式不适合我，放弃。烈风掌，黄级中阶武技，修炼至大成，可一掌击出热浪狂风，威力无匹。青云步，黄级中阶身法，我的内功心法是家族内部功法，黄级高阶的清明玄阳功，暂时不需要更换。身法武技就选青云步，青云步练至大成，一掠可前进100米，在黄级中阶身法武技中算非常不错的了。至于攻击武技，3个月后就是闯天罗山秘境，所以我应该选择最适合自己且能最大化增强我的实力的武技。这剑法居然是黄级顶阶武技，这本武技能被放在黄级顶阶武技这个品阶上，必然有它强大之处。其他弟子不能练成，但不代表我也不能练成。而且这门武技跟我上一世修炼的迷踪拳颇有几分相似之处。我就修炼这门剑法了。林晨啊，这幻剑是黄级顶阶武技没错，但这剑法修炼难度之大，几乎能媲美玄级低阶武技。你确定要选择这武技？林晨啊，你加入宗门没多久，可能并不清楚，这幻剑以前门中也有弟子，因为其是黄级顶阶武技而修炼，但结果却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，一无所获，还得再耗费时间去修炼其他武技。而且你能练成7星连环剑，并不代表你就能将这幻剑练成啊。我跟你说这些，只是希望你放弃修炼这武技，以免重蹈覆辙，你明白吗？多谢长老好意，长老所言弟子明白，但弟子也不想后悔，而且我有信心练成这剑法。以前修炼此剑法的弟子，哪一个不是自信满满，最终仍旧一无所获的。不过既然你做出了选择，我也不啰嗦了。这幻剑最强大之处就在于攻击时速度极快，在极快的速度下空中留下残影，敌人难以琢磨真正的攻击到底在哪里，何时出现。这一点跟我上一世的修炼的迷踪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大成的青云步，一掠100米。我现在施展青云步，一掠能前行60米，已然是小成之境。但现在距离闯天罗山秘境不足3个月，而我的贡献点还只有133点。以我现在的实力，想要在3个月时间内筹足300多贡献点，恐怕有点难度。更何况闯天罗山秘境本身就需要有不凡的实力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当务之急是筹齐不足的贡献点。明日清早前往任务堂接取任务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脑海内的小鼎竟然将培元液全部给吸收，好浓郁好精纯的灵气。以前前身服用1瓶培元液，也才做12次大周天循环就炼化完毕，而炼化小鼎喷出的灵气数量不多，却让我做了6次大周天循环。
如此浓郁精纯的灵气，恐怕只有极品培元液才能媲美。经过小鼎提纯的培元液，其中蕴含的灵气比未提纯过的培元液至少浓郁数十倍。也就是说，一瓶下品培元液被小鼎提纯过后，最少能媲美一瓶极品培元液的药效。我脑海内的小鼎可能还不止这一个功效。如此算来，自己也算是半只脚踏入炼体境第5重的武者了。或许今夜突破到炼体境第5重也未必没有可能。据我所知，在我这个修为阶段，即使是修炼天赋最佳的弟子，想要提升一阶修为，至少需要1-2个月时间，而我仅用3天就连续提升了2阶。他们要是知道我这修炼速度，不知道会惊讶成什么样子。二爷爷，我不要练这剑了。云儿，我看这七星连环剑挺好，你怎么就不想练了？二爷爷，你又没练过，哪里知道这剑法好呀？而且你不知道这剑法有多难练。这半个月我每天勤学苦练，但就是没学会第7式。我都怀疑第7式到底能不能练成了。你现在的修为都已经天罡境初期，武学天赋也远超常人。我原本以为你应该能够领悟这七星连环剑的第7式才对。不过你也不必气馁啊！不瞒你这个小丫头，这七星连环剑当年我也练过，卡在第7式上3个多月，迟迟无法突破。于是我也就改练别的剑法了。什么？二爷爷，你真的练过这剑法，而且没能练成？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，我怎么会骗你这个小丫头？连二爷爷你都没能练成，还让我练，这不是存心看我的笑话吗？在同级剑法之中，这七星连环剑的威力颇大，因此许多练剑的弟子都会选择尝试。只不过能练成第7式的人是少之又少啊。我以为你这个小丫头能够练成，所以让你试试。不过没能练成也没什么大不了，会有更适合你的剑法。我估计根本就没人能够练成这剑法，实在是太难了。你这小丫头，前几日我就见到一位炼体境第4重巅峰的外门弟子，不仅将此剑法练成了，还利用此剑法击败了3个比他修为还高的弟子。怎么可能？我天罡境初期修为都没能练成，他才炼体境第4重巅峰就练成，还击败了3位修为比他还高的弟子。那个小子虽然天赋平平，但是颇有毅力，修炼七星连环剑已经有1年多了，前些日子终于成功突破。不过那小子前几日来我这里挑选了幻剑，有些好高骛远了。虽然不知道他是如何练成了第7剑，但恐怕有一些运气在里面。现在想要修炼最难的幻剑，简直是自找麻烦。这样子很可能会影响他以后的修炼。二爷爷，他能够将七星连环剑练成，未必不可能练成幻剑呀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以那小子的毅力，倒也不一定无法成功。有的人啊，也许天生就是要啃硬骨头的。二爷爷，你说的这个家伙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林晨，拜入天极宗1年多了，还只是个外门弟子。
不过我有感觉，他应该不会局限于外门。如果他真的能练成幻剑，将来必定会有一番作为呀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元儿，回去努力修炼。虽然你没能练成7星连环剑，但这也没什么。你的修为还是有些太低了。我希望你能成为我们天极宗年轻一代撑门面的弟子。知道了，二爷爷，我先去趟集市。二爷爷再见。哎呀，云儿啊，要是肯好好修炼，以他的资质和天赋，恐怕修为早就到天罡境后期了。嘿，这丫头就是贪玩啊。公子，本店有最适合炼体境武者修炼的聚气丹、灵气丸，外出任务以防万一的解毒丹、金疮药，防范心魔的护心丸。不知公子需要什么样的丹药？给我来10粒灵元丹，5粒聚气丹，解毒丹和金疮药各来3份。公子，10粒灵元丸价值60块下品灵石，5粒聚气丹价值100块下品灵石。解毒丹和金疮药一共20块下品灵石，全部加起来是180块下品灵石。公子确定要吗？灵石不会少，你尽管去拿就是。另外，再给我拿10瓶培元液，速度快点。10瓶培元液？公子请稍等，我这就去为你取丹药。就是这些丹药。哎，一共多少灵石？一共205块下品灵石，就是200块下品灵石，另外5块灵石全当本店赠送给公子的。只希望公子以后还到本店购买丹药。来日方长，还会有机会的。丹药已经购买好，就只差前往宗门任务堂接取任务，然后外出完成任务，赚取贡献点了。走到这摊位之前，林晨立刻确定了，让脑海中小鼎震动不停的正是眼前这断剑。这断剑，嘿，嘿嘿，这位小兄弟是看上这柄断剑了吗？这断剑是什么来历？嘿嘿嘿，小兄弟，这断剑可是大有来头。这断剑，是我一位兄弟从上古废墟中好不容易才弄出来，这可是上古大能使用过的武器。上古废墟，看起来好像是个古董。这断剑多少钱？嘿嘿，小兄弟直爽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。我这断剑绝对独一无二，错过了这村儿，可就没有这店了。这柄剑也不贵，只要300下品灵石。你当我3岁小孩？这破剑也值300块下品灵石。如果不是家中有长辈喜欢古物，这种东西白送给我都不要。哎呦，我是小兄弟，等等，价钱好商量，你先别走啊。你说个数，速度点，我没时间在这里跟你浪费。那就200。哎呦，100也行啊。哼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，就这破剑也价值300块下品灵石。嘿呦，小兄弟，你可千万别上当啊！那断剑分文不值，根本无人问津，他是在忽悠你的。小兄弟别听他们的，这断剑可是宝贝，而且我看这断剑跟你极有缘，就50块下品灵石卖给你了。好，那就50块下品灵石。败家子啊！慢着，这断剑我要了。好浓厚的真气，
这少女是天罡境武者。这断剑我要了，你开个价吧。开价？不好意思，这断剑我很喜欢，不能卖给你。你刚才是50块下品灵石买到这柄断剑的吧？我给你200下品灵石，把这把剑让给我，你看如何？价钱可以商量，再加上100如何？哎，姑娘，这柄断剑在下十分喜欢，别说是300下品灵石，就算是3000下品灵石，我也不会卖的。千金难买一欢喜。3000下品灵石，你还真是敢狮子大开口。既然如此，这柄断剑我不要了，你自己留着玩吧。看你的样子，应该是天劫宗外门弟子吧？是的。你是外门弟子，那可曾认识一个名叫林晨的人？对方为何会知道我的名字？似乎还对我挺感兴趣。不好意思，没有听过这个人名。也对，那么多外门弟子，随便找一个人就指望能认识那个林晨，也太异想天开了。你记住了，我叫薛凌云，以后我们说不定还会有见面的机会。薛凌云，我记住这个名字了。不但是个天才少女，还是个美人胚子。此次林晨在任务堂中接受的任务多达10余个，比如收集嗜血成性的吸铁牛牛角，可获得12贡献点；再比如采摘50年份的千岩花，可获得10贡献点。各种任务五花八门，但每一个任务都有同一个特点，难度很大。吸铁牛是2级高级妖兽，相当于炼体境第6重初期武者。想要斩杀它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还有50年份的千岩花，任务上写得很清楚，千岩花位于乌甲施救的领地范围，我采摘千岩花，难免会遭到乌甲施救的围攻。尖背鼠，2级中阶妖兽，相当于炼体境第5重后期修为的武者。收集此鼠的皮毛，可获得5贡献点。还好我的修为突破，不然想斩杀此鼠，恐怕还得费些功夫。50年份的千岩花，到目前为止16个任务，我已经完成15个，一共价值138贡献点。唯一可惜的是吸铁牛没找到，不然斩杀了吸铁牛就多10贡献点了，加上前身留下来的133贡献点，我目前的总贡献点是271，距离兑换一次闯天罗山秘境机会的500贡献点还差229。现在距离闯天罗山秘境还有差不多2个月，我筹集余下的229贡献点，应该还能来得及。小川，你是说林晨不愿意交出培元液，还将你打伤了？是的，马哥，那林晨实在是太不识相，不教训一下他，还真不知天高地厚。所以你就来这里，想要找你哥去对付林晨？马良，刚才你说谁打伤了我弟弟？
山哥，我也是刚才知道小川在外门收取培元液，遇到了一点麻烦。原来是这样。山哥，我还要去一趟莫连山脉，就先告辞了。你去吧，小心一点，闯天罗山之前不要受伤。多谢山哥提醒。哥，那个叫林晨的家伙太不识相，你不知道他当时是多么嚣张，不仅将我打伤，还从我这里抢走了300块下品灵石。他打伤你，还抢走了你300块下品灵石了？你跟我详细说说。哥，是这样的，那天根据你的描述，林晨的资质天赋平平，修为还比你低2阶。既然他不是天才，又怎么越级打败你的？哥，我也没想到林晨将7星连环剑炼至大成了。什么？7星连环剑修炼难度极大，宗门内能修炼成功的寥寥无几。林晨一个外门弟子就能修炼成功？小川儿，他敢打伤你，咱们就10倍还给他。你现在带几个人去，给那小子长点记性。哥，我马上去。你放心，林晨打伤你，我一定让你10倍100倍的还给他。不过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的修为本身就比林晨高，还有2个帮手，结果还是被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哥，不用说了，从明日开始，你叫上2个人，到莫连山脉去历练。等你们从莫连山脉回来，小川儿，我希望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你。还有，最近一段时间不要来找我，我要闭关一段时间。哥，你要突破了？前一段时间在莫连山脉做任务，斩杀了一头3级顶阶妖兽，丹田松动了一些。你收好这块石头，要是遇到危险就捏碎它。是哥。这水晶石名唤传讯石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传讯通知他人的作用。传讯石分子母2块，捏碎了其中任何一块，另一块传讯石也会破碎。而掌握传讯石的人也能得到消息，从而通过手中破碎的传讯石前往目的地。28个任务，我现在完成了10个，还差18个。2级高阶妖兽吸铁牛来得正好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行。上次我找你半个月没找到，现在我不找你就出现了。来得好，我的幻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试炼石，今日既然遇到一头2级高阶妖兽，那就用你来试炼我的幻剑吧。宗门任务只要求收集吸铁牛牛角，而吸铁牛牛皮和牛蹄等还可以到集市出售，换取灵石。好浓郁的灵气，是100年份的降露草。降露草是炼制许多丹药的主药材，但却极为少见。
100年年份的降露草更是罕见。2级顶阶妖兽，黑鳞巨蟒。难怪降露草在此地如此久都没有人采摘，原来是有这黑鳞巨蟒守护。这黑鳞巨蟒，好强的防御！以我现在的实力，恐怕还不是黑鳞巨蟒的对手。好凌厉的剑气，不对，那不是剑气，是剑劲。啊，我的体内多出了3道剑劲，这些剑劲，莫不是之前断剑释放出的那些剑劲？剑劲的强大，林晨可是一清二楚的。即使是那2级顶阶妖兽黑鳞巨蟒，也被剑劲不费吹灰之力的斩杀。哎，不管那么多了，我掌握剑劲终究是好事。剑劲是剑意的初态，我掌握了剑劲，也就等于有领悟到剑意的可能。果然是黑鳞巨蟒的内丹，不过妖兽一般都是3级以上体内才有可能出内丹，这黑鳞巨蟒不过2级顶阶妖兽，没想到也有一颗内丹。妖兽内丹可是好东西，是炼制珍贵丹药的主要材料。像这颗黑鳞巨蟒的内丹，兑换成灵石的话，不低于500块下品灵石了。我先去一趟集市，将这些妖兽残骸处理掉，不然整天背着这么一大包东西也挺麻烦的。林晨，莫连山脉这么大，我们也能遇上，看来是上天注定你要栽在我手上了。小子，今日你死定了。小川，他就是你说的林晨，炼体境第5重初期，我看不过如此。啊，炼体境第5重初期，他就是林晨没错，华成辉我都认识。嘿嘿，林晨，今日遇到我，你还想安然离去？你想怎么样？你想离开这里也简单，交出你身上的财物，然后自断一臂。不然的话，我就废你丹田，让你彻彻底底变成一个废物。李川，你好大的口气！我也明确地告诉你，现在给我滚开！我可以装作没听到你的话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我能打败你1次，就能打败你第2次。你小子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？也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，敢在这里胡言乱语！成哥、汪哥，只要你们出手帮我将林晨擒下，我愿意送200块下品灵石给2位。哼，都是兄弟，我们怎么好意思要小川你的灵石啊？就这么说定了。小川，你稍等片刻，我们这就把这小子治得服服帖帖。嘿嘿嘿嘿，小子，别怪我们心狠，是你自己得罪了你不该得罪的人。破斩，一刀斩2个不知死活的家伙！这小子好强的实力啊！他这是什么剑法？刚才如果不是我小心，恐怕就被他的剑击中了。哎，成哥、汪哥，你们进攻啊！林晨不过炼体境第5重初期，难道你们还奈何不了他？看来不给你们点颜色瞧瞧，你们是不会善罢甘休了。
啊，剑技的威力果然强大。林晨意念扫了一下2枚纳戒，里面一共有近200块下品灵石、3粒灵元丸、10瓶培元液。林晨，你别过来！现在，你还想废我丹田吗？你要怎么样才能放我离开？啊，交出你的纳戒，另外，自断一臂。这不可能！大哥跟我说过，如果我遇到我解决不了的麻烦，就捏碎传讯石。我现在已经将传讯石捏碎，想必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过来。不过，现在我要跟林晨耗着，拖延时间，等那人前来。林晨，你不能这么做。你要知道，我哥是天极宗内门弟子，他是炼体境第9重巅峰修为。你如果敢对我不利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如果他不想后悔，那就让他来吧。好强的剑气，小川儿，原来是你，我还以为是哪位兄弟捏碎的传讯石。马哥，是我捏碎的传讯石，这小子就是林晨，他打伤了那2位兄弟，还威胁我交出纳戒，不然就废我丹田。马哥，你一定要为我报仇啊！这小子就是林晨。炼体境5重初期，能够释放出这样强烈的剑气，击伤2个炼体境6重的武者。你小子胆子挺大，竟然敢打伤我的兄弟。你又是谁？连马哥的名号你都不知道？林晨，我告诉你，这位是马良大哥，炼体境第7重巅峰，在外门10大弟子中排名第9，一手叠山剑法威名赫赫。你要是识相，就交出身上的东西，然后自断一臂。炼体境第7重巅峰，知道怕了，就赶快交出你身上的东西。只要能让我满意，我可以放过你。幻剑，没想到这小子竟然将幻剑练成了。这小子倒是有些本事。想不到这马良眼力这么厉害，这么快便找到了剑影中真正的攻击。怎么可能？这小子施展的是什么剑法？气势这么强，竟然敢击伤我！小子，你在找死！小子，你惹怒了我，现在你后悔也迟了。青云部大成，这小子还在炼体境第5重初期，便能击伤我。那么等他成长起来，我就更不是他的对手。趁此机会，不杀也要废了他。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。马良的修为比我高出太多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不死也要重伤。得想办法离开。吞下这枚妖兽内丹，我的修为固然会提升，但是内丹之中的残留兽性影响也不是开玩笑，实在是太过凶险。啊，突破了！我现在的实力恐怕比慢慢修炼突破还要强。这是内丹之中的兽性影响，我必须赶紧离开这里。连续突破2阶，你刚才吃的是妖兽内丹？太疯狂了，你这简直是找死啊！此子不
不是池中之物。马哥，现在怎么办？你还问我怎么办？如果不是你，我怎么会丢这么大的脸？今天的事情，谁也不要说出去。李川儿，这事你可以告诉你哥，但也仅限于此。这个林晨是个麻烦，仇已经结下，必须想办法解决。好可怕的妖兽兽性！如果不是我的灵魂力比以前强大许多，恐怕这片刻时间，我体内的妖兽兽性已经把我同化了。内丹是妖兽的精华所在，残留了妖兽的意念。妖兽嗜杀，凶残无比。这些妖兽意念，便被武者称为妖兽兽性。剑意虚无缥缈，斩尽天下邪恶。剑劲是剑意的初态，对于妖兽内丹中残留的兽性意念，果然有着压制的作用。不过，如果没有强大的灵魂之力操控，一般人绝对不敢用剑劲来绞杀这妖兽意念。恐怕妖兽意念还没对人造成什么影响，剑意就先将人废掉了。没有想到，小鼎吸引了黑鳞巨蟒的残留意念，竟然也能化作灵气，吞噬了黑鳞巨蟒的内丹，让我的修为从炼体境第5重初期，直接突破到炼体境第5重后期。现在这些灵气，说不定能让我的修为再突破一次。吞噬黑鳞巨蟒的内丹，虽然让林晨修为突破，但他也险些丧命。越强大的妖兽，内丹内的精华越浓郁，妖兽兽性也越强。林晨这一次吞噬的黑鳞巨蟒内丹是2级顶阶妖兽，如果是3级妖兽，他恐怕也吃不消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最好还是不要直接吞噬妖兽内丹。吸纳了小鼎吐出的灵气之后，林晨体内真气徐徐运转，一次次做大周天循环。现在有充足的时间，林晨炼化得十分仔细，顺带着将之前炼化转化而来的真气提炼了一次。炼体境第5重巅峰，没想到这次却是因祸得福，修为一下子提升这么多。马良、李川，还有那李川的哥哥李山，这次事情我林晨记下了。虽然我并未吃亏，但是这次的梁子已经结下，就算我想收手，对方也不会善罢甘休。何况我也根本不想收手，惹到我林晨，管你什么外门10大高手、内门精英弟子，都要给我付出代价。有妖兽，这是中品储物灵戒。没想到小暴熊手中居然有一枚储物灵戒，而且是价值连城的中品储物灵戒。储物灵戒与纳戒一样，是储存物品的空间戒指，不过与纳戒相比，储物灵戒要强上不知道多少倍。储物灵戒的内部空间更大，能装成的东西更多，而且其制作材料珍贵。炼制1枚储物灵戒，除了需要珍贵无比的材料之外，还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阵法师。即使如此，成功炼制1枚储物灵戒的几率仍旧不大。这种对武者极为重要又稀少无比的珍贵之物，其价值当然昂贵无比。1枚下品储物灵戒，一个小型家族恐怕倾家荡产才能买得起1枚。你是想用这枚储物灵戒作为交易，换你一命？
没想到这头小暴熊竟然真的能听懂人话。好，这枚储物灵戒我拿走，作为交易，我为你疗伤。小家伙，你躺着别动，我先检查你的伤势。小暴熊背后插着3根锋利的箭矢，箭箭入肉。这3根箭矢上分明涂了剧毒，在小暴熊背后的一大片血肉已经变成了紫黑色。除此之外，他的身上还有多处刀伤剑伤，皮开肉绽，恐怖如斯。这种伤势如果放在人类身上，恐怕早已死得不能再死。小暴熊顽强地撑到现在，但若是不治疗的话，他同样必死无疑。现在我把这3根箭矢拔出来，过程可能会有点痛。好浓郁的灵气，难不成这是中品灵石？灵石产自地下灵脉之中，根据其中的天地灵气浓郁程度，分为下品、中品、上品和极品，可用来交易，也可用来修炼。以前的凌晨很少用下品灵石修炼，因为下品灵石并不比用丹药修炼划算。但中品灵石不同了，中品灵石内的天地灵气是下品灵石的数10倍，浓郁非常，用中品灵石修炼，效果事半功倍。林晨估算了一下，里面的中品灵石有300块左右，中品灵石换算成下品灵石是1比100的比例，共计3万块下品灵石。3万块下品灵石足以维持一个小型家族半年的开销，绝对是一笔巨富。更何况中品灵石本就罕见，真正换算起来绝对不止3万块下品灵石。财不外露，必须隐藏住这个秘密，在没有足够的实力之前不能暴露出去。古铜炼体诀，玄级低阶功法，共分4重。第1重铜劲淬体，第2重古铜护体，第3重碎铜重生，第4重古铜金身。注：古铜炼体诀配合古铜精华修炼，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玄级低阶功法，古铜炼体诀配合古铜精华修炼，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不过这古铜精华昂贵不说，而且还极为少见。哎，可惜我身上没有炼体的丹药。上一世我修炼武学，就是不断地激发自己的潜力，挑战自我，最终将各种武学练成。现在我虽然没有丹药辅助，但我完全可以利用这瀑布来修炼古铜炼体诀。耗费5天，第2重古铜护体终于练成。小家伙，你是想让我跟你走？你让我跟你走，是不是好事啊？是好事，你就点一下头。好吧，好吧，不过事先说好，我没时间在这里浪费，最多2个时辰。如果2个时辰后还没见到你说的好事，哼，我就离开。地眼乳，
地眼乳这种宝贝珍贵罕见，现在既然遇到，就不能放过。不过想要得到地眼乳，先得过地底魔蝎这一关。这2只地底魔蝎是3级低阶妖兽，以我的实力，耗费一些时间能斩杀1只地底魔蝎，同时面对2只，恐怕不是对手。小家伙，看来你也想得到地眼乳啊。不过那2只地底魔蝎也不是吃素的，想得到地眼乳，我们必须先斩杀那2只地底魔蝎。我有一个办法斩杀这2只地底魔蝎。待会儿打起来，你牵制住1只地底魔蝎，我以最快速度斩杀另1只地底魔蝎。只要斩杀了其中1只，另1只就不足为惧。既然合作了，那我们说说如何分配这地眼乳。待会儿大战，我为主力。我要6成，你算4成，怎么样？炼体境第6重，终于突破了。炼体境第6重是炼血之境，体内的真气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，都比第5重雄厚许多。老天啊，这么多妖兽材料，这小子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没看错吧？这小子才炼体境第6重初期，而且看他身上的气势，似乎是刚突破不久啊！公子，确定全部出售吗？全部出售。好的，公子请稍后。百灵草3株，价值56块下品灵石。铁背牛皮，这块皮很完整啊，就算80块下品灵石。哎呦，这是地底魔蝎的伪真啊！公子厉害，这2根地底魔蝎伪真上面还带着毒素，显然是死不超过10天。地阶魔蝎是3级低阶妖兽，凶残无比，一般出现在墨林山脉较深处，炼体境第7重武者遇到都很难杀死。你才炼体境第6重初期，就斩杀了2只地底魔蝎。不错，我当时炼体境第5重巅峰，的确跟他们打得很辛苦，如临剑刃。是你？刚才看师弟背影很熟悉，原来是你。2个月修为提升1个境界，炼体境第5重巅峰，斩杀2只地底魔蝎。这位师弟如此惊人的天赋，但却在外门中默默无闻，恐怕他是想在炎天罗山秘境中一鸣惊人吧。2次相遇便是缘分，在下想请师弟吃个便饭，不知师弟可否赏脸？师姐相邀，岂敢不去？又怎能让师姐拿钱？不如在下请客，为上一次的事情表表歉意。一共3200块下品灵石，不知公子可需要些丹药？现在还未到中午，吃饭早些，不如师弟先购买些丹药。那就劳烦师姐稍等片刻了。公子，我们店铺最近新添了2种丹药，中品聚气丹、断体丹。你们这里还有中品聚气丹？丹药分4品，下品、中品、上品和极品。凌晨以前服用的聚气丹是最次的下品聚气丹，最适合炼体境1重至5重的武者服用。
现在凌晨修为突破到炼体境第6重，配合中品聚气丹修炼最合适。啊，也是最近才炼制出来的。不知道公子需要多少？你们这里有多少？中品聚气丹比一般的丹药炼制难度要大得多，所以现在暂时只有3瓶，一瓶1000块下品灵石，一瓶聚气丹，内含10粒，平摊下来，1粒中品聚气丹需要100块下品灵石。不得不说昂贵无比，不过凌晨一想也是，品质越高的丹药炼制起来就越困难，炸炉、丹毁人亡的情况时有发生，因此越难炼制的丹药自然价格越贵。这些我全部要了。不知道这断体丹又是什么？好的，公子。公子想必知道炼体膏吧？这断体丹功效跟炼体膏一样，都可以增强武者身体素质。不过断体丹的效果比炼体膏强了至少数倍。不过炼制这断体丹非常难，我们店铺目前只有1枚存货。这枚断体丹多少灵石啊？不瞒公子，为了炼制这断体丹，我们店铺耗费了很多珍贵材料，1800块下品灵石，1分也不能少。好，我要了。麻烦掌柜的再给我拿10瓶炼体膏。有钱人的日子真是不错，花也花得痛快。像你这样的天才弟子赚灵石还不容易。对了，我知道前面有一家宝庆酒楼不错，不如去那尝尝。能被师姐如此称赞，这个酒楼的饭菜肯定不会差。实不相瞒，在下就是林晨，还望师姐谅解。人之常情，应该是我问的唐突了。如果换成是我，做的也不会比你好。在下薛凌云，天劫宗内门弟子。原来是薛师姐。薛师姐年纪轻轻就突破到天罡境，将来成就不可限量。林师弟才是真正的天才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林师弟2个月前还是炼体境第5重初期修为，现在应该是炼体境第6重初期了。与林师弟一比，我自叹不如。师姐谦虚了，单是叶南玉的天才弟子，比我们强的就有很多。更何况叶南玉只是天灵大陆其中一个小域，我们应该更努力才对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，不知师姐上次找我是所谓何事？这还要从你修炼成七星连环剑说起。这七星连环剑我也修炼过，不过我的武学天赋可没有师弟这么好。我修炼了半个月，始终没能将第7式修炼成功。本来我还以为没人能将这第7式修炼成功。这个时候我去了一趟藏书阁，驻守藏书阁的2长老就告诉我，外门中一个叫林晨的弟子不仅修炼大成，且还利用此剑法击败了比他修为还高的弟子。这数月苦修之下，虽然是将第7式练成了，但离大成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。此番来寻找师弟，便是想请教关于七星连环剑第7式的问题。七星连环剑共分7式，7式彼此相连，施展起来连绵不绝，其精髓便是快准2字。只要做到这2点，达到大成是迟早的事情。原来如此，师弟好厉害的武学天赋，难怪你要挑选修炼难度更大的幻剑。以我这天赋，在这片地方还好，一旦出去，就什么都算不上了。二哥可还在为丹药的事烦恼？丹药再好，也比不上天赋资质啊。你们还记得半年前谭飞鹏和徐磊的一战？这个当然记得。徐磊是苍龙谷核心大弟子，谭飞鹏是纯阳门核心大弟子。
二人这一战虽然是打了个平手，但这一战也让二人的名声响彻雁南城。雁南域5大巨宗，分别是天极宗、纯阳门、苍龙谷、赤云宗以及无双殿。这5大巨宗弟子无数，天才弟子众多，但能独领风骚，让雁南域众多武者牢记的天才弟子却少之又少。纯阳门的谭飞鹏和苍龙谷天才弟子徐磊就是其中之2。你说的没错，但真正重点是，他们2人大战之后，这2人自此战后各有领悟。谭飞鹏的大鹏掌一举修炼大成，实力堪比真道境武者。兄弟，这消息可靠？谭飞鹏修炼的大鹏掌是玄级顶阶武技，他的大鹏掌修炼到大成，那岂不是我们雁南域年轻一辈中实力最强之人？我还能拿这事儿来忽悠人吗？谭飞鹏是不是年轻一辈实力第1人我不知道，因为自那一战后，徐磊也有所领悟，修为从天罡境巅峰突破到了真道境。谭飞鹏虽然将玄级顶阶的大鹏掌修炼到大成，但是玄级顶阶武技珍贵无比，跟这些武者无缘。他们并不怎么清楚玄级顶阶武技的修炼难度和强大，但徐磊修为突破到真道境就不同了。这些武者每日苦修，很清楚修为越高，突破瓶颈就越难。现在一听到徐磊修为突破，当时就炸开了锅。师弟似乎对我们雁南城的天才不怎么感兴趣。你不也是没太在意吗？我不同，我现在修为已经是天罡境初期，与徐磊和谭飞鹏相差不大，无需羡慕。林晨从炼体境第4重后期修炼到炼体境第6重初期，只用了不到3个月，换做徐磊，拍马赶不上。更何况他脑海内的小鼎散发出的雾气，在时刻滋润着他的脑域。可以说，他的武学天赋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将会达到一个惊人的地步。哥，马哥，刚才我看到林晨跟薛师姐一起返回宗门了。你去安排2个人带那小子过来。可是哥，薛师姐跟林晨一同返回宗门，我们现在安排人对付林晨合适吗？薛师姐？哪个薛师姐？就是内门天才弟子薛凌云薛师姐。薛凌云？林晨怎么会跟薛凌云走在一起？马哥，我也是刚才看到，而且看他们2人似乎聊得挺好，好像是老朋友一样。老朋友？怎么会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哥，马哥，现在我们怎么办？无妨，攀上薛凌云又如何？阴的不行，就来阳的。哥，你没事吧？你说同一个爹妈生的啊，怎么你就这么笨啊？林晨这段时间不是一直在做任务赚贡献点吗？还有半个月就是闯天罗山秘境，他一定会参加，到时候你们在天罗山秘境中出手废了他，以绝后患。好办法。好，山哥，我再去找个人帮忙，到时候林晨只要进了天罗山秘境，就别想再出来。这枚断体丹正好可以用来修炼古铜炼体诀，不过不知道这枚丹药能不能让我突破到第3重。若是能进阶第3重，那我进入内门的把握就大一些了。作为雁南域5大巨宗之一，天极宗弟子数量庞多，这其中未免就没有像
林晨这般隐藏实力，想要在闯天罗山秘境上一鸣惊人的弟子。而要知道，按照以往的奖励，成功闯过天罗山秘境的弟子才能进入内门。但想要成功闯过天罗山秘境谈何容易？天罗山秘境中困难重重，举步维艰，没有强大的实力，根本没可能成功闯过天罗山秘境。但古铜炼体诀的强大毋庸置疑，但若是修炼到第3重碎铜重生，一拳拥有万斤巨力，那闯过天罗山秘境的把握就大许多了。好凌厉的剑气，这个院落应该是凌晨的住所，难道这剑气是他释放出来的？我这剑劲虽然还只能散发出3道，但比之上一次对战马良的时候凝练了不少，就是不知道现在我掌握了几成。什么人？师弟好耳力，我的凌波微步最近修炼到大成，行走之间声音轻微无比，即便是跟我一样的同阶武者也难以察觉。没想到师弟这么快便察觉到了。今日本想来向你请教七星连环剑，走到院外时听到你练剑的声音，不请自来，师弟不会怪我吧？谢师姐来访，小弟蓬荜生辉，又怎么会怪罪呢？这是好强大的剑气，不知道师弟修炼的是什么剑法，竟有如此大的威力。让师姐见笑了，我最近对剑劲略有些领悟，刚才施展的便是剑劲攻击。剑劲，你竟然领悟了剑劲！剑意缥缈，能领悟剑意的万中无一。剑劲作为剑意的初态，其领悟难度丝毫不亚于剑意。更重要的是，领悟剑劲，便代表着林晨将来有很大的可能将领悟剑意。近300年来，我们雁南城还从未出过能领悟剑劲的天才。师弟好强悍的天赋，你过来试试，看看你的剑劲领悟到了几成。好。师弟，你来进攻。天罡境武者体内真气雄厚，能释放出体外。对真气操控力弱的，能将真气幻化成一些小型的事物；操控力强的，则能将这些真气变成武器、防护罩。小心了！好厉害，你竟然掌握了3成剑劲！让师姐承让了，多谢师姐。若非师姐的那一剑，恐怕我没办法这么快掌握到5成剑劲。5成？就在刚才，你对剑劲又有了更深的领悟，掌握了5成剑劲。师弟天赋如此逆天，若是得到宗门重点培养，将来成就不可限量。多谢师姐好意，不过自己的路还需自己走，还希望师姐能为我保守这个秘密。幻剑传承至今，能将其修炼成功的弟子少之又少，而修炼成功者无一不是天才中的天才。林晨啊，现在你改修其他武技也为时不晚，你去里面再挑选一本剑法吧。多谢长老好意，幻剑确实难修炼，不过它的威力也不错，弟子不打算改修其他武技。黄师兄，你说这次闯天罗山秘境，第1名会被谁夺到？你小声一点，这里是藏书阁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肯定是我们外门第1大弟子袁飞袁师兄。我听说袁师兄最近正在闭关，不知道是在突破修为，还是修炼武技。袁师兄，黄师兄说的是，袁师兄现在是炼体境第8重巅峰修为，他若是突破到炼体境第9重，恐怕2个裴师兄都不是他的对手。袁飞，外门第1弟子，
炼体境第8重巅峰修为，曾斩杀过数个炼体境第9重盗匪，实力强大无比。至于裴师兄，则是外门排名第2的裴良平，他的修为同样是炼体境第8重巅峰，不过论起实力，却不如袁飞。林晨啊，还有数日就是闯天罗山秘境，有没有把握？我想换剑应该足以应付。林晨，哦，原来是李兄和马兄，不知二位有何高见？高见不敢当，只是想跟林师弟切磋切磋，不知林师弟意下如何？哦，仅仅是切磋？对，林晨，上一次你从马哥手上逃走，这一次我看你还怎么逃。前一段时间在莫连山脉，如果不是林晨吞噬内丹，以他的实力怎么可能伤得了马哥？更不要说一剑逼退马哥，从马哥手上逃。对，仅仅是切磋。你若是赢了，我送你一瓶中品聚气丹。宗门竞技，岂容我等打打杀杀？再说，若是在打斗中伤了谁，长老怪罪下来，你我谁来承担？这个你放心，我们是按宗门的规矩切磋，长老并不会过问。你若是伤了，我送你一瓶疗伤药。哦，既然如此，那李某又何惜一战？你要战，那便战。好，我们就在这里切磋一二。好强的气势！马师兄看来在剑法上又有突破了。马师兄实力如此之强，林晨竟然还能在他手上逃走，真是奇人呐！这怎么可能？竟然硬生生用身体挡住我这一击！凌云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也不让我修炼，你要带我去什么地方啊？去外门啊！我们去外门干什么？去外门，带你认识一个外门弟子。什么？凌云，你没事吧？我还在修炼啊，你就把我拉出来，就是为了见一个外门弟子？如果是一般的弟子，肯定不值得你跑一趟。但我带你见的这个人，可不是一般的外门弟子，连我见了都要惊叹一声。真的假的？不仅如此，跟这位师弟相比，我们最多也就比他多些修炼10日，修为高些。凌云，如果外门真有这样的弟子，宗门岂会不知道？我看多半你是看错了，到了你亲自见了就知道了。怎么围了这么多人？炼体功法修炼的不错啊。那个进宫的弟子实力应该能媲美炼体境第8重初期，但他的连续2次攻击竟然都被这人抵挡下来。凌云，莫非你说的那个外门弟子就是他？接着看下去便是。七绝杀！林晨，是你逼我的。这一招本来我是打算在闯天罗山秘境中使用，但现在既然你自寻死路，那就怨不得人啦！好一个天才！这个师弟不过炼体境第6重初期，竟然将炼体功法修炼到如此地步，厉害，佩服。据我所知，他擅长的是剑法，炼体功法他只是修炼不到1个月。什么？1个月？他就将炼体功法修炼到能一拳重伤炼体境第7重巅峰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他的剑法有多厉害？凌云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林晨。好，我记住他的名字了，
回去我就推荐给我的师傅。如此天赋逆天的天才，若是流失在外面，那就实在太可惜了。可别，他自己的路需要他自己走，我们不用干涉。那你叫我来这里干什么？带你来跟他交个朋友，不要教误了他，以免日后吃亏。你的意思是，他的天赋？林晨，你别过来！啊，传讯使，这李川真不要脸啊！切磋是他们提出的，现在打不赢，竟然就想找帮手来对付林晨。林晨，你别嚣张！我告诉你，我哥是天罡境武者，他马上就到。你若是敢对我不利，我保证你会后悔一辈子。哥，你终于来了！他就是林晨，哥，你赶快教训他！混账！小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说好了是按照宗门规矩的切磋，你却下如此重手，用心险恶。不对你惩戒一二，将来你恐怕是要无法无天了。林晨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天才，这位是敖心敖师姐。敖师姐，你好。你是凌云的朋友，就是我的朋友。既然是朋友，就不要叫什么师姐不师姐的，你以后叫我敖心就行。这是一瓶中品聚气丹，还望林兄收下。李山虽然在内门待的时日并不长，但是他很清楚得罪薛凌云和敖心的下场。若是引起了薛凌云和敖心心中的不满，到时候恐怕不用他们二人动手，内门就会涌出一大批弟子来找李山的麻烦。要知道，在内门中，追求二女的天才弟子多不胜数。若是李山得罪了薛凌云和敖心，那么这些天才弟子绝对不会介意当一次护花使者表现自己的。元妃出生豪门世家，是家中嫡子，14岁拜入天极宗，短短1年时间，便从炼体境第7重突破到炼体境第8重巅峰，是天极宗外门中最有潜力的天才弟子之一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飞哥，我打听到了，林晨3个月前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外门弟子，那个时候他的修为还只是炼体境第4重后期，然后不知为何他突然开窍，不仅性格变了，连天赋也瞬间变得天才起来。短短3个月不到，便从炼体境第4重后期修炼到炼体境第6重初期。3个月不到。继续说。是飞哥。除此之外，传闻林晨将7星连环剑和幻剑修炼到了大成，连当日他跟马良大战的时候所施展的炼体功法，也是最近1个月才开始修炼的。7星连环剑、幻剑、炼体功法。好了，你也去修炼吧。有趣，有趣。3个月，修为突破到炼体境第6重，7星连环剑、幻剑大成，连炼体功法也修炼到一定的程度。如此修炼速度，恐怕就算是内门的10大弟子，也没有人能比得上吧。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，林晨发现，丹药的品阶越高，小鼎提纯丹药的时间也越长。趁着小鼎提纯丹药的空闲时间，林晨索性利用中品灵石修炼起来。体内真气按照清明玄阳功一点点的运转，缓缓地吸收中品灵石内的天地灵气。
这中品灵石里面的天地灵气极为庞大浓郁，林晨不敢一次性全部吸收完，控制着速度一点点的炼化吸收，真气一次次在林晨体内做大周天循环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林晨体内的真气变得越来越雄厚，隐隐碰触到瓶颈的迹象。连续数日苦修，体内真气终于增多了不少。跟外门10大弟子相比，林晨最大的缺陷就是修为比他们低，而修为低，林晨体内的真气自然也要少许多。也因此对林晨闯天罗山秘境颇为不利。毕竟天罗山秘境中不仅是要与其他弟子竞争，还要面对实力不一、数量庞多的傀儡人。现在他体内真气增多一丝，那么这份劣势也就减少1分了。这数日以来，晚上他服用中品聚气丹修炼，白天修炼剑法，体内真气增多的同时，他对剑法也越发熟练，特别是剑劲。通过这数日的苦修，林晨已然将剑劲暗藏在剑法当中，一般的武者是无法看出林晨掌握剑劲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天罗山秘境开启的消息终于从天极宗天极殿传了出来。所有外门弟子，凡是贡献点达到500的，俱是可以参加这一届闯天罗山秘境。且此次闯天罗山秘境的奖励颇为丰富，前10名不仅可以进入内门藏书阁学习一门武技外，还能得到天极宗炼制的辅助修炼丹药，而10名以外则没有这个奖励了。得到这个消息，整个外门顿时火热起来，一个个巨士仿佛打了鸡血一般，激动的要争夺此次天罗山秘境前10名额。那林晨明日一定会参加天罗山秘境，这个错不了。林晨数月来一直苦于赚取贡献点，就是为了通过闯天罗山秘境进入内门，他不可能不去。叶兄，你在外门排名第7，实力强大，只要你我联手，对付林晨绝对不是难事。这俊秀青年正是外门第7弟子叶明俊，修为在炼体境第8重初期，身上散发出淡淡的杀气。这种杀气，没有经历过生死危险，没有杀过人的武者是不可能拥有的。马兄，这林晨不过炼体境第6重初期修为，岂还要你我联手？此事你放心交给我，到时候你且看我是如何擒下他的。如果是1个月前，叶明俊说这话，马良绝对没有异议。但林晨的实力提升的实在太快，因此马良为了稳妥起见，还是坚持要和叶明俊一同对付林晨。天罗山秘境随着天极宗开宗之时便已存在，乃是天极宗第1位宗主，施展大神通，在这座山峰上布置各种禁制。后来数任宗主，又无意在上古遗迹中得到了许多实力相当于炼体境1至9重武者的傀儡人，便将这些傀儡人放在天罗山秘境中，这才形成现在的天罗山秘境。各位，今日是半年一次的闯天罗山秘境。本次参加天罗山秘境的弟子一共有300余人，下面由我来宣布规则和奖励。天罗山秘境开放时间为2个时辰，2个时辰后，天罗山秘境的出口将会打开，到时候
按照弟子走出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名。本次天罗山秘境共分10名，前10名除了能晋升为内门弟子外，还能获得丹药和进入藏书阁挑选秘籍的资格。不过根据名次不同，各自获得的奖励也略有不同。第1名可以获得一枚极品地灵丹，第2名一枚上品地灵丹，第3名则是一枚中品地灵丹。第1名进入藏书阁，可以免费挑选一本玄级低阶武技，而第2名虽然也能挑选玄级低阶武技，但是却需要付出这本武技1/3的贡献点。至于第3名，更是需要付出这本武技1半的贡献点。除此之外，第4名到第10名的7个弟子也会各自获得一枚下品地灵丹，以及以比原价稍低的贡献点兑换玄级低阶武技的资格。听到这个奖励，林晨的双眼不禁一亮。地灵丹是天极宗独有的高级丹药，服用下去能大量积累体内的真气，能减少1个月的修炼时间。相比于内门的天才，林晨列在修炼时间短。若是他能得到这地灵丹，那么修炼起来要轻松许多。不过更让林晨兴奋的，还是能进入藏书阁挑选玄级低阶的武技。虽然我进入内门之后也能用贡献点兑换玄级低阶的武技，但我若是在此次闯天罗山秘境中获得前10，那么兑换玄级低阶武技就容易许多了。内门弟子兑换玄级低阶的武技需要一笔庞大的贡献点，而一旦在此次天罗山秘境中获得前10，就等同于免去了这笔庞大贡献点。对林晨而言，不亚于天籁之音。不过林晨想要获得前10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此次参加天罗山秘境的弟子中，许多都是暗藏实力，本可以以往就能通过天罗山秘境进入内门，但却留到现在，为的就是获得前10，得到这份奖励。但也不是没有机会，只要在天罗山秘境出口开启之前赶到出口之处，林晨未必不能争夺1、2。天罗山秘境中散落有可提升实力的灵物，现在凡是参加天罗山秘境的弟子，请做好准备。上次我差点就闯过天罗山秘境，这一次我一定可以。我也是啊，不过听说这次天罗山秘境里不仅有傀儡人，还有实力更强的傀儡兽，有些悬啊。林晨，连续2次让你逃走，现在在天罗山秘境里面，我看你怎么走。有点意思，小子，现在磕头认错，自废修为，我们还可以留你一命。这句话应该是我说的，你们现在离开，我还可以原谅你们。小子，你这是在自寻死路。叶兄，少跟他废话，我们一起上，废了这小子。地裂掌。这是大玄丹。大玄丹跟聚气丹一样，都能增加武者体内的真气，不过这大玄丹要比聚气丹高级得多。大玄丹炼制材料珍贵，其中甚至还加入3级顶阶妖兽内丹的精华，
对武者突破修为极为有效。炼体境第8重修为以下的武者服用大玄丹，修为或多或少会有所提升。若是一次性服用3粒，修为必然会突破。放下大玄丹，你可以离开。我是中高，这大玄丹我要了。中高，炼体境第8重中期，外门排名第4。看来你还有点见识，知道我的名号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原来是钟兄。不过在下还有事，恕不奉陪，告辞。不识时务，小子，不留下大玄丹，你就想离去？哈哈哈哈！钟兄好实力，在下刚刚得到3粒大玄丹，还需时间服用炼化，就不陪钟兄在这里切磋武技了。他日再见，必定让钟兄永生难忘。3粒大玄丹，若是凌晨将其全部炼化，修为定然会大幅度提升。而此刻正值闯天罗山秘境，凌晨的修为一旦提升上去，那么他进入天罗山秘境前10的把握就要大许多了。没有犹豫，凌晨张口将1粒大玄丹吞了下去。随着大玄丹下肚，凌晨体内顿时出现一股洪流。与此同时，他脑海内猛地传来一股吸扯之力，将这股洪流全部吸了进去。小片刻后，凌晨脑海内的小鼎骤然一震，一股精纯无比的天地灵气从小鼎内冲出，流淌在凌晨各大经脉内。好精纯的天地灵气，经过小鼎提纯过的大玄丹天地灵气，比之中品聚气丹内的灵气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不过越是精纯，凌晨突破修为的可能性就越高。体内真气按照清明玄阳功做大周天循环，凌晨开始一点点的炼化经过小鼎提纯过的天地灵气。1个大周天循环，2个大周天循环。随着这股天地灵气被炼化，凌晨丹田内的真气也越发雄厚。当凌晨彻底将这股天地灵气全部炼化的时候，他身体上猛地一阵噼里啪啦的响起，全身的气势隐隐上升了不少。终于突破了。这段时间以来，凌晨每日都用中品聚气丹修炼，但修为却始终未能突破。此刻服下这粒大玄丹，他的修为立即从炼体境第6重初期突破到了炼体境第6重中期。修为突破，凌晨丹田的真气也增多了不少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体内的真气稳定，没有丝毫修为不稳的迹象。服下这2粒大玄丹，我的修为应该还能有所提升。如果是其他人，是不可能接连服用大玄丹修炼的，毕竟大玄丹内的天地灵气庞大非常。炼体境第6重的武者，若是服用下去，恐怕非但没能提升修为，反而会被这股庞大的天地灵气撑得经脉内伤。而凌晨经过小鼎提纯过后的灵气精纯无比，凌晨炼化起来根本不用费多大力，再加上他现在的修为已然稳固，因此凌晨接连服用大玄丹，不用担心会被这股灵气撑得经脉受伤。脑海内的小鼎再次传来吸扯之力，将体内的庞大天地灵气吸得一干二净。片刻后，
又一股精纯无比的天地灵气从小鼎内冲了出来。凌晨面无表情，体内真气按照清明玄阳功做大周天循环，提升，再次提升。凌晨体内的真气随着炼化这股天地灵气越发醇厚。当这股灵气流被彻底炼化的时候，凌晨更是隐约触摸到了炼体境第6重后期的门栏。只要跨过这个门栏，凌晨立即便能成为炼体境第6重后期的高手。但这一粒大玄丹的药效明显还不够让凌晨突破到炼体境第6重后期。修为越高，突破需要的天地灵气就越庞大。不过凌晨心中暗暗估算，如果再服下最后一颗大玄丹，应该是有突破的希望。凌晨没有丝毫迟疑，张口将最后一粒大玄丹吞了下去。经过小鼎提纯后，一股精纯的天地灵气再次涌进他的身体，体内真气一次次做大周天循环，一点点地炼化着最后一粒大玄丹内的灵气。炼体境第6重后期，好醇厚的真气。利用3粒大玄丹，他的修为终于从炼体境第6重初期突破到了炼体境第6重后期，连续突破2阶。如果被其他人见到，必然会感到震惊。服用3粒大玄丹，修为能突破1阶就很了不起了，而凌晨却是接连晋升2阶。更重要的是，修为突破，体内真气精纯雄厚，凌晨施展出来的武技威力也随之增强。相信此刻面对炼体境第7重巅峰的马良，不动用剑劲也能轻易击败他。可惜了，之前在经过通道的时候应该也有一些领悟的。算了，抢夺前10重要，我若是返回后面去找那些东西，恐怕会耽误不少时间。再说此地距离出口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，我扩散灵魂力，不错过这些东西就行了。